公子，有一个消息，小人也拿不准。上次与您提及的开铜矿之事已有眉目了，有几位商人买卖做得极大，可算是富甲一方了。他们主动找到我们，欲参与合作。若这笔买卖做成，我们便能大赚一笔，可供养诸多州郡的兵马了。眼下这时局，手中握有兵马，方为正道啊！太好了，此事由你出马，速速将他办妥。哦不，公子您先听我说，对方要求您亲自出面才肯交易啊。对方直言定要见到您本人，否则他们担心官府追究起来便不妥了。真费事。算了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去就是了。公子啊，您出面是否合适？我正是因此踌躇不定，我担心这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谁还敢把我怎么样啊？公子，大冢宰如今不在，我们这一切……赵先生，你此话何意呀？你是不是觉得父亲不在了，便无人买我的账了？公子，我去，速去将他办妥。是，是。约我见面之人，果然是你。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请来方球大师耗费功力为我解除蛊毒之时，我就察觉到你绝非普通人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吧。所以你便假意相信我，对我委以重任，也是你故意为之。只是，你如此行事究竟用意为何？像我等这种做不法买卖之人，心中自是清楚，迟早有一日会被人抓住把柄，只是未料到来得这么快。那你为何不揭穿我，甚至可以杀了我？我只是民间商人，听令求财而已。这不法买卖，若无官方掌权者撑腰，是无法持续下去的。而赶来调查之人，必定来头更大。我只想知道你背后到底是何人。他便是你所能想到的大周最高权威之人——天王。不过，天王虽居王位，可众所周知，这大周真正掌实权者是大冢宰啊。大冢宰，他眼下能否自保，还尚未可知呢。更何况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罪证。私铸猎钱之罪有多重，我想你心知肚明。钟老板，弃暗投明，还来得及。我能信你吗？那便要看你敢不敢跟自己赌一局了。你大可以继续追随宇文护，那么势必将一辈子受控于他。蛊毒之痛，你已亲身承受。如若与我合作，将功赎罪暂且不说，至少日后不必战战兢兢度日。其实，你明知我有所图，却不说破，不正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找个靠山帮你摆脱宇文护的魔爪吗？你我合作，各取所需，岂不妙哉？哦，公子您来了。公子，快请，快请。
公子，这位便是我上次跟您提起的张老板，做的可都是大买卖，经常往来各国通商，这财力啊可是雄厚的很。钟老板过奖了，不过呀，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买卖，一切还得仰仗公子多多关照才是。哼，你倒是会说话。便是你非要见我本人，恕在下无礼。只是这一次，我押上了全部身家。听说如今各州官府稽查猎钱查得很紧，这若是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便全完了。所以便想先见见公子本人。知道官府不敢追查到你这儿，我这心才算是放下了。哼，做事谨慎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日后少不了与你多多来往。多谢公子。啊，这杯酒，公子，我敬你，我先干为敬。公子，张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啊。我近日发现了一个铜矿，想将这铜材运至工坊。这一路上还需请公子保驾开道才好。小事一桩，在这大周境内，还无人敢挡我们宇文家的道。你放心，我会通知刺史，你就安心的运你的货便是。多谢公子。小心点。钟大夫，宇文会一行人马上就要去教育了。好，哼，今日就抓他个现行。走，跟上他们。快点啊！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张老板，请。交货。你敢耍我？给我把他们全都杀了！全都住手！都不许动！胆敢违抗者，杀无赦！你，陆公公，把他们也抓起来。陆公公，您这是何意？我是为了调查宇文会的罪证而来，我不是同谋。你们司金属，上下皆被宇文会收买，知情不报。你又在此出现，让我如何信你？陆公公，回长安再说吧。全都给我带走！是。文幽，你敢抓我，待我父亲回来，定不会放过你。带走，走！你给我等着！走！敢打我！见过鲁国公。鲁国公，二位辛苦了。各地的贪官已在押回长安的路上了。这次抓捕的贪官中，大多为宇文护的党羽。处置了这些贪官和宇文会，加之其又打了败仗，这一次宇文护怕是逃不掉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大哥，可是在担心什么？宇文护狡诈成性，这一次真的能将他一举拿下吗？这次谁也救不了他了。魏国公蒙冤一案，天王一直隐忍不发，便是在等待这一天。如今宇文护即将被扳倒，魏国公的冤案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。大哥，你也可趁此时重返长安了。
此时我还不能回长安。为何？灭族之仇，永生不忘。只有宇文护死，才能告慰我独孤家无辜枉死的冤魂。如今，一切尚未成定局，我贸然回去，恐怕不妥。大哥，你总得回去看看伽罗吧，他一直很挂念你。王兄，情况如何？此次秘密抓捕各地贪腐官员以及宇文护的同党，均已押回长安，收押审讯，等候王兄发落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但是我们还需小心，宇文护仍手握重兵，稍有不慎，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王兄，宇文护最在乎的便是宇文慧，如今宇文慧已沦为阶下囚，是生是死，全由王兄定夺。你的意思是，用他要挟宇文护？是。快点，兄弟们，我们出来了！我们出来了！出来了！我们终于出来了！来者何人？快点，用力呀！快一下，快点，快一下！快了，快了，夫人！来了，来了！用力呀，夫人！夫人，使劲啊，夫人！使劲啊，夫人！哎呀，快了，快了！用力，用力呀，夫人！使劲儿！夫人，使劲儿啊！夫人，用力呀！来了，来了！快点，使劲儿，夫人！息了，息了！大夫人现有难产之象，赶紧禀报郎主，早做定夺。定夺什么？万一生产不顺，是保大还是保小啊？夫人，用力呀！夫人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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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稳婆说夫人有难产之象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问保大还是保小？什么保大保小？当然是大小都保了。当然是保我大嫂了。问题是如今大哥生死未卜，万一孩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呢？四公子、二位夫人，你们拿个主意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不好了，大夫人晕过去了。什么？这，我去找父亲。哎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别了，别了！撤！小罗，大哥，大哥！
晨，哎，大哥，你不能进去，女人生孩子的地方，男人不能进去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嘉乐定会没事的。嘉罗，我是大郎啊！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要撑住！我就在门外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嘉罗，大公子回来了，夫人，大公子回来了，夫人。嘉罗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为了我，为了孩子。嘉罗，你知道吗？我被捆迷踪阴时，好几次都快死了，但是总有个声音告诉我，我不能死，因为我还有你，我还有孩子，我不能死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就在门外，你听懂我的声音没？嘉罗，是啊，夫人。生了。夫人。恭喜恭喜，母女平安！大公子是位千金。嘉罗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是大郎。嘉罗，大郎，你回来了。我答应过你的，要照顾你一生一世，我不会死。我以为我在做梦。你没做梦，真的好痛。我知道，嘉罗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嘉罗。嘉罗，你放心，孩子平安，他真的很想你。孩子在哪儿？我想看看他，我想看看他。好，温婆，把孩子抱进来。哎。大郎，你有伤在身，早点歇息吧。你看他多可爱啊，笑起来就像你一样。孩子这么小，能看出什么呀？我只愿他此生平平淡淡，不要像我。哎，也许我们这一生无法保证给他富足的生活，但我们能保证给予他全部的爱。我们爱他，悉心抚养他，这种爱会陪伴他一生一世。这次你能平安归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我这不是做到了吗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常常梦见你，终于明白了，
到底何谓朝思暮想，望眼欲穿？若非怀着孩子啊，我真想去找你。嘉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迷踪林时，丢失了思南，四处都寻不到方向，而且迷踪林里瘴气缭绕。可是每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响起。你说：“大郎，我还在家等着你，快回来吧。”到最后啊，只剩下我和高大哥，还有那10几个兄弟。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若再找不到出路，大家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幸好，你给我的行军手札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，路有时无法看清，只有走，才能走到最后，总会绝处逢生的。我们便苦苦支撑下去。可是啊，迷踪林里全是不能吃的毒物。正当大伙精疲力竭之时，是你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嘉罗，嘉罗，真的是你？你可知道，我现在又饿又累。大郎，振作起来，弟兄们需要你。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。大郎，你看，树上有果子，摘下来便可以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出去。嘉罗，是你让我在绝望之际看到了一线生机，让我找到了果子，得以果腹。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坚持了几日，直到有一日，是水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树桩的年轮可以辨别方向，南疏北密。于是，我们借此重新辨别方向，顺河而行，终于走出了迷踪林。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是啊，兄弟们，快来，我们找到方向了！快来！来，顺着河往那边走。啊，来，嘉罗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，高大哥的命。是你的坚持，让你又回到我身边。你和孩子，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只求你们平平安安。启禀天王，杨将军大冢宰到了。拜见天王。
平身。大冢宰，起来吧。臣有罪，臣不能起。大冢宰自认有罪，何罪之有啊？臣打了败仗，有负太祖与天王的厚望。是啊，此次我军确实是伤亡惨重啊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即便是杨将军这样百战沙场之人，也免不了偶有败绩。臣恳请天王再给臣一次机会，容臣戴罪立功，臣定当全力弥补。此次伐齐，我大周精锐死伤无数，皆是因大冢宰决策失误所致。若朕对大冢宰的过错无半点惩戒，那么日后大家便会以为，即使打了败仗也无所谓。不以规矩，难成方圆，赏罚分明，才能令行禁止。这是大冢宰主持朝政时教朕的道理。此番出征，想必大冢宰也累了，不如就此交出兵符，回家休养。以后便无需再插手军中之事了。天王这是何意？臣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，便要剥夺臣的兵权？别忘了，这大周的江山，是我替你们兄弟夺来的。岂只是打了败仗这么简单？大冢宰做了些什么？难道都忘记了？天王此话怎讲？臣不明白。朕自会让你明白。那便请大冢宰与朕一同去见见你的故人吧。阿宽为何也被抓了？这个混账到底做了什么？尉迟兄，莫急，病郎应该是无辜的，先看看吧。天王驾到！参见天王，天王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天王。父亲，父亲救我！大冢宰，大冢宰，救我们啊！大冢宰，今日是隋国公柱国大将军杨忠击败齐军，迎接数万战死沙场的将士英灵回长安之日。朕在此脱去华服，为他们行天地祭。他们是为我大周国土锱铢不施而战，是为大周百姓安居乐业而战。虽死犹生，失去这些为国长城，是我大周切肤挫骨之痛，更是百姓失去亲人之伤。朕与百姓感同身受，同哀同恨，恨那些在将士们舍生忘死、为国捐躯之时，大肆贪赃枉法、以权谋私的贪官酷吏，是他们将本该插向敌人的利刃，狠狠插入我大周的心脏，将国库的钱、百姓的钱，统统收入自己囊中。大风有岁，贪人败类，国法不许，天理难容。传朕旨意，私铸列钱、贪污腐败之罪魁祸首，皆抄家斩首；其余贪腐渎职官员，一律革职，入狱10年，永不录用。
参与猎钱铸造、交易的商贾从犯，皆没收家产，入狱5年，永不得在我大周经商。天王饶命！天王饶命！来人，在，拖出去。是。慢着。天王，小儿愚钝，定是遭人陷害，待臣彻查后再做定论。请天王三思。此案清清楚楚，证据确凿。朕今日公之于众，是按律判处，难道是儿戏吗？这也是当日大冢宰端魏国公一案时教朕的说辞，朕记得明明白白，如今原话奉还。天王，臣愿意交出兵权，请天王放过小儿。大冢宰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可是他仗着是大冢宰之子，作恶多端，无法无天。若朕放了他，对得起这天下苍生吗？天王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大冢宰，你作为父亲，难道就没有半点责任吗？天王，臣教子无方，督察不力，臣知罪。臣今后定尽心尽力辅佐天王，还请天王饶小儿一命。天王，宇文慧乃幕后主使，人赃俱获，铁证如山。若此人免于刑罚，臣以为恐难服众。天王，您不妨问问众臣之见。天王，兹事体大，动摇国本，绝不能轻饶，理应严惩。理应严惩，理应严惩。对。大冢宰，众口一词，民心所向，朕也无能为力。宇文钰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均是我一人所为，与我父亲毫不相干。你不要忘了，是我父亲辅佐你登基，你如今骗夺我父亲兵权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天王。3日后5时，斩首示众。宇文钰，宇文钰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御史公子，你们几位可以出来了。看见了吧？咱们是被冤枉的。对呀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是被冤枉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谢谢二位啊！谢高司空，谢陆国公。御史大哥，对不住啊，当时情形混乱，不及细问，委屈你了。无妨，有劳两位为我这不争气的儿子走一趟了。哎，尉迟兄，你切莫这么说，贤侄可是争气的很呐。整个四金属都被收买了，就他一人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，坚持一人调查宇文慧，结果倒是把自己给弄进牢房了。都怪我，幸亏高司空及时向天王道明了事情的真相，才不至于闹出更大的误会。天王已下令，让尉迟大哥官复原职。
那便请陆国公代臣叩谢天王圣恩了。好了好了，真相大白，我们也别在这牢房里说话了，走吧。走。请。不中用的东西，被宇文会诬陷便也算了，办案查不到证据，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，简直是奇闻，窝囊透顶。这事儿若传出去，别人如何看你？连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还有，找了道，为何去找高司空？怎么不先来问问我？我这个父亲算什么？你可有一星半点把我放在眼里？我就是害怕父亲生气。父亲，从小到大，你听过我说话吗？你总是不停解释便下定论，我无话可说。什么？自己没用，都来怪我！父亲，请息怒。阿宽向高司空求助，也不无好处啊。父亲，你想，阿宽被冤枉，正因为高司空是外人，他所说的话，天王才信了。若是换做父亲去说，即便天王不疑有假，也难以堵住不明真相之人的悠悠众口啊。从前上战场打仗，叫胆子小，如今当差，又闹出这么丢脸之事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？祖父，祖父，莫骂父亲了，祖父。已是做父亲的人了，以后长点出息吧。阿宽，丽华。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家老杨兄，鲁国公来了。哦，不哭不哭。天王判宇文会死罪，还将所抓之党羽一并判处了。父亲回来时已告诉我们了。是，这回连兵权都夺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哦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开端，日后天王便可顺利重掌朝政大权了。但宇文护这些年权倾朝野，宫内外爪牙颇多，一时间只怕难以肃清。天王掌权之路任重而道远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不过此番处死宇文会，也总算是给宇文护重重一击了。为防万一，我已在天牢布下重防。行刑当日，我亦会派安卫军加强戒备。放心吧，这次宇文会插翅也难逃了。鲁国公深谋远虑，防患于未然，在下真是佩服。不知行刑当日，我可否同去？一来是有个照应，二来那宇文护曾派人暗杀我，还害死了我同胞兄弟。我真的很想亲眼见到宇文会的下场。大郎，可你的伤还未痊愈。放心，我没事。好，那当日你可藏身在安卫军中，以作掩护。多谢鲁国公。大冢宰，小人有负您所托，未照顾好公子，请大冢宰降罪。宇文玉，我低估了他，竟敢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上。此仇，且留着慢慢算。眼下救慧儿要紧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让他夺去我儿性命。你确实有罪，若救下慧儿，或许我会饶你一命。小人赴汤蹈火，任凭大冢宰差遣。
别追了，他这次必死无疑。我看此时甚好。杨坚、伽罗，快看看谁来了！伽罗。 大哥，我一直惦记着你，日日盼着与你相见。让大哥好好看看，我家七妹都已经为人母亲了，还未有变化。伽罗就算做了祖母，在哥哥面前也是不会变的。 你呀，长大了，受苦了。你也消受了许多，想必吃了很多苦吧？大哥，你此次重返长安，便就此在这定居吧。以后独孤家，终于不再是伽罗一个人了。伽罗，我的孩子叫丽华，一会儿你就同我回随国公府，看看你的外甥女。 伽罗，其实呢，此次我回来只为与你相见，看你后便离开。为何？宇文护大势已去，天王夺回王权，会寻机还父亲清白，亦会让你官复原职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宇文护如今仍然位居大冢宰，地下党羽也并未全部根除。我此时不便回长安，倒并非怕他，只是。 经过了这诸多事，我已学会了隐忍。大哥，你不必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大哥，那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回去之后会继续招收人马，广结侠士，相信不久便能派上用场。伽罗，你大哥才能出众，能断大事，亦不露锋芒。 我也十分需要他呀，伽罗，别失落了。你大哥我现在纵横江湖，逍遥快活，可比留在长安当官自在多了。好吧，我自是说不过你们。不过哥，待我下次见到你，可别同现在这般憔悴了，否则我不会饶过你的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只要宇文护一党尽除，咱们兄妹永不再分离。希望那一天快一点到来。 一定会的。这些天灯是为死去的将士们祈愿。这场仗死了太多的人。大军回朝那日，多少百姓满怀期待。 可等来的却是亲人的噩耗。世事无常，不可能都尽如人意。我们要救的是大周之明日，而如今能做的，便是除奸臣，助天王，造福百姓，还天下太平。 天王驾到！王后驾到！参见天王，参见王后。起来吧。谢天王、王后。堂兄，堂兄莫着急，有什么话，等病好了再说也无妨。义父，你怎么会突发中风呢？前些日子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禀天王、王后，自公子离世后，
大冢宰心情郁结，今日早晨因太过思念公子，一时激动，便突然病倒了。大夫说大冢宰怕是难以康复了。郝大夫多的是，怎能说如此丧气之话？是，朕已将宫中太医召集至此。宣太医，你们逐一为大冢宰诊治，务必治好大冢宰。是。如何？回天王，大冢宰的脉象浮华无力，是说心力交瘁之故，想短期内治愈，怕是无望了。此症颇为难缠，还需长期调理才是。依臣之见，少则3、5载，多则不可预算，臣等只能尽力而为啊。竟需如此之久？是啊，天王，此病确是难治之症啊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便合力诊治大冢宰，若有半点差池，朕唯你们是问。是天王。堂兄，你便在府中好生养病。朝中之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姨父，你安心养病，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。恭送天王王后。天王起驾回宫。大冢宰，您受累了。他如今倒是狡猾得很呢，居然带这么多太医前来，想确认我是否真得了中风之症。幸好我们提前收买了他们。不过如今天王既已相信了，想来一时半刻便不会再找您的麻烦。只是您受苦了，日后只能待在府内了。若能让他放下戒心，这点苦算得了什么？不过，他必须尽快死。是。王兄，您是否在想宇文护之事？他此次病得蹊跷，此事绝非如此简单。臣弟也认为，宇文护突然患病，十分可疑。还是提早防备为好。天王，上次提及正式成立暗卫军一事，我认为，眼下正是个大好时机啊！暗卫军可暗中调查，一旦有所异动，便可正式对付他。只是这次，臣弟想要推举一个人，做暗卫军统领。谁？杨坚。杨坚？为何是他？上次彻查贪腐事件之后，想必有许多人防备于我。我若行动，目标太大，但是杨坚不一样，他入朝不久，发弃之战后便在家休养，行事不易引人察觉，且他谋略出众，为人又谨慎沉稳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值得信任。你与他很相熟吗？为何如此信任他？其实杨坚是伽罗举荐的，我相信伽罗。哎，阿庸啊，看来伽罗在你心中的分量依然很重啊。你可以为了伽罗举荐杨坚，这心胸
还真非一般人可比呀。王兄，你说笑了，臣弟相信杨坚确能胜任此职。朕明白，杨坚的为人，朕了解，的确是合适之选。若他担此大任，如此一来，隋国公亦可以更为踏实地为朕效力了。臣弟正是此意。那王兄可是同意了？嗨，朕岂能不同意？你、伽罗、隋国公，你们可谓杨坚背后的3座大山啊！有你们助他，他必能做好。天王，你爱吃的宁州桃子到了。哼，阿庸啊，今日你又无口福了。是啊，谁让我一吃这桃子便浑身起红疙瘩呢？北国可汗来信，指责此次联手伐齐，因我大周战败，未按计划及时援助，他们损失惨重，要我们做出补偿。众卿商议一下，朕究竟该如何答复？启禀天王，此次联合伐齐，北国军队在晋阳附近受挫，便自行退兵。而我大周虽然战败，却依然坚持到了最后。如今他北国居然将责任推卸给我大周，这分明是借机讨要好处。臣以为，若再让他们得逞，恐怕日后将后患无穷。天王，臣与杨将军意见一致。这些年，我大周对北国有求必应，已是太过纵容，导致如今他们予取予求，得寸进尺，故此次应坚决拒绝。启禀天王，二位将军说的虽有理，可如今我大周刚刚经历伐齐之战，损失惨重，亟待休养生息，恐无力应付任何异动。若是回绝北国的要求，一旦北国恼羞成怒，再起战事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？此时我大周还能抵挡住北国的铁骑吗？天王，臣以为可拒绝北国的赔偿，但需送一位公主和亲。和亲？正是。当年北国与我大周亦险些发生战乱，正是鲁国公和北国公主的亲事化解了危机。若顾策重施，既可减少损失，又可安抚北国情绪，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可谓是一举两得呀。臣等附议。这倒是可行之法。待朕书信一封，与北国可汗商议。只不过，究竟派哪位公主和亲，需要好好商议一番。今日召诸位夫人进宫，是有要事与大家商议。想必大家都已听说，为了大周与北国的和平，两国决定和亲。只是不知该由哪位公主出嫁北国王子阿史那殿爵。天王尚未做出决定，各位可有何想法吗？宗室里到了出嫁年龄的公主有6位，最为貌美的当属清河公主。我认为北国王子定会喜欢她。但清河公主身娇体弱，怕到了北国会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。伽罗姐姐，你认为呢？王后，伽罗以为文善公主敦厚温和，或许能担起两国缔结盟约的重任。不过，这北国王子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，还是鲁国公夫人最清楚。是啊，鲁国公夫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王后，我弟弟他生性刚猛豪放，喜热闹，而文善公主过于内敛，只怕和亲之后夫妻难以和睦。我以为这义成公主最合适，她性格开朗又聪明机灵。王后，
我亦同意鲁国公夫人所说，夫妻和睦才能稳固盟约。您看，鲁国公与夫人便是最好的例子，故义成公主确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对啊，是啊。既然大家都认为义成公主最为合适，那本宫会禀报天王，北国王子很快便会来我大周迎娶公主，国宴交由命妇会和春官府共同操持，所以还请各位商议在国宴上安排什么节目最为合适，既能体现我大周之诚意，又能投北国王子所好。王后，我提议表演百戏，百戏热闹好玩，北国王子不正喜欢热闹吗？四嫂，你觉得如何？公主说的极是，我想她定会喜欢的。伽罗姐姐，你有何意见？百戏虽热闹精彩，不失为助兴首选。只不过，什么？不过北国王子来大周迎亲，安全应摆在首位。这百戏需在民间遴选，鱼龙混杂。伽罗担心，让心怀叵测之人有机可乘。那姐姐有何提议？若是鼓舞，大家意下如何？鼓舞？是。北国王子性格豪迈，我大周鼓舞正合王子心意，而且鼓舞人选均是从宫女与宗室女子中遴选，可确保安全无忧，应是最佳之选。可是若只有鼓舞一项，未免太单调了吧？到时万一被北国说寒酸，多丢人呢。百戏就不一样了，王后，你认为呢？本宫觉得都很好。哎，在座的诸位夫人可还有其他提议？这是最好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天王在百戏和鼓舞中选其一吧。我了解王兄，他定会选百戏。臣妾奉旨召开命妇会，遴选和亲公主人选。鲁国公夫人推举的义成公主得到诸位夫人一致认同，不知天王圣意如何？义成公主，倒不失为合适之选，不过还是待朕再斟酌斟酌吧。还有一事亦需天王定夺。国宴盛典极为隆重，天王认为是鼓舞合适，还是百戏合适呢？阿勇，你认为呢？臣弟认为，鼓舞更为合适。百戏虽热闹，但劳民伤财；鼓舞虽不及百戏庞杂繁复，但也喜庆大气。若编排得好，亦十分夺人眼球。劳民伤财，若真算起来，鼓舞实则比百戏节省不下多少。四嫂说的对啊，四哥，这可是接待北国王子的国宴，怎么能光想着省钱呢？不仅是劳民伤财，百戏需从民间遴选，若是混入什么居心不良之人，出现意外，怕是不妥。哎，四哥，虽然我大嫂没来，但你与我大嫂所言一模一样。可是宫内戒备森严，定不敢有人乱来吧？好了好了，阿英说的有道理。方才惩治完贪腐，现在又立马大操大办，不知百姓会作何感想？重要时期安全为上，就选鼓舞吧。不过朕希望鼓舞之精彩，定不能亚于百戏。鼓舞啊！天王哥哥，你居然选了鼓舞，我那大嫂果然会猜人心思。哼，朕算是明白了，这鼓舞啊，分明便是伽罗的提议。先王后在时经常与朕提起伽罗的鼓舞精彩绝伦，可惜朕一直没有机会欣赏。朕看不如这样，这次便由伽罗负责训练排演吧。好啊。那我回去便告诉大嫂，让她赶紧准备。那便这么决定了。代我谢过姐姐，麻烦她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若是真麻烦，那也是我大嫂自讨苦吃。天王哥哥，还有何事吗？若没事，我便赶紧回府传消息去。退下吧。好嘞。
看一看吧，不中用的东西，被宇文会诬陷便也算了，办案查不到证据，反倒把自己给搭进去了，简直是奇闻，窝囊透顶！阿宽，怎么又喝酒了？父亲若是知道了，会生你气的。这不许，那不让。燕儿，你说，我成了个废人，是不是？我并非此意啊，阿宽，等你身体好了，你想怎样都行。阿宽，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不要！为什么不要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为何不要？连你也嫌弃我，连你也嫌弃我有病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此意。阿宽，你都疼我了。连你也看不起我，连你也看不起我，连你也瞧不起我，连你也瞧不起我，连你也瞧不起我。瞧不起我！你别打了！瞧不起我！瞧不起我！你也瞧不起我！你滚！混账！又跑去喝酒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文姬，文姬，有没有事？伤到哪儿了吗？你若不想活，可自行了断。以后你要是再喝酒打人，我……文姬，莲儿，快去请大夫。文姬，莲儿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父亲对不住你们。父亲，我没事，只是文姬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定会让人看住他的。父亲，文姬有些害怕，我先送她回房了。哎，好，你们快去。天色不早了，没想到今日居然排练到这么晚，我们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家宝，关于国宴，我还有事与你商量，要不我们先去临江楼吧。风兮风兮归故乡。别谈了。你还是同当初一样，
那时你总喜欢在我弹唱时打断我，任性捣乱。曾经之事便无需再提了。鲁国公，我并非来听你弹琴的，你不是找我来商量国宴之事吗？唉，那个时候，日子过得真是快活呀。每日一起练剑读书，弹唱打闹。我心中有你，你心中亦有我。那时候我觉得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过去之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不是约定好的吗？你如今与夫人如何了？我与你相识多年，你有心事，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不要提他，他做过什么，你我心里都一清二楚。我知道你闭口不谈，是为我们好。我也想了，可我做不到。其实之前与你所说的都是骗你的，也是在骗我自己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强迫自己忘了你，可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多希望换我阿庸的不是他，而是你。伽罗，你再换我一声阿庸可好？我知道，我现在与你说这些很混账，可我心里好乱。我也想同宋儿好好过，可我真的坚持不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再对你有感情，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心，甚至我觉得，你本该是属于我的，是我太轻易的放弃了你，我真是悔不当初。你们夫妻间的问题不该来问我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你夫人是真心实意在爱你，纵然她做错了，那也是为了你，因为你没有给她她想要的。我给不了她，因为宋儿她并非我想要的女人。够了！你若再如此执迷不悟下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是杨坚的妻子，而且我这一辈子只会爱他一个人。我在你心里就当真一点位置都没有了吗？没有。为人夫，为人父，对妻儿、对婚姻、对家庭忠诚，是身为一个男人的责任。你忘不了过去是你自己无能，因为你没有努力过。你更不配说你夫人不适合你。你若再不改变，苦的只有你自己，更会害了深爱你的妻子。你以为感情是说变就能变的吗？我不会与任何人纠缠不清。旧嫌已断，过往已是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告诉你，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我们便只能形同陌路了。我府中还有事，告辞了。这个还挺好的。来人，抓贼！抓住他！让开！抓住他！光天化日竟敢抢劫，还够了是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呀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看你跟这样办事真厉害，太不像你专业，就是了。还有侠义心，太厉害！多谢侠士仗义出手。杨大哥，文姬，慢点吃啊。喝点粥吧。燕儿，真没想到如此巧遇啊！从你嫁进蜀国公府以后，我们有整整7年没见了。对，你孩子都这么大了。燕儿，你的脸色似乎很不好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杨大哥，你一点都没变，依然如当初那般，对人体贴照顾。
我肚子好疼。文姬，怎么了？可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文姬，要不我带你去看大夫吧？我不是吃坏东西了，而是吃多了。杨大哥，文姬不舒服，不然我先带她回去吧。啊，这样也好。那我送你们，顺便去拜访一下御史大哥。母亲，我不要回家。你说要带我走的，回去父亲会打死我们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文姬不怕，有母亲在呢。啊。哇，这真漂亮！母亲，你看多好看。这里自我母亲仙逝之后，便无人居住了。幸好伽罗空仙师常过来打扫，才不至于荒废。你跟小文姬啊，便暂时安顿在此处。哦，对了，这里也没准备什么。这样，我去帮你们挑点水，顺便买一些吃的回来。杨大哥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这点小事并不麻烦，几年不见，可是与我生分了。哎，好了，你别难过了啊！你跟小文姬啊，就安心住在这里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。杨大哥，我跟文姬离家出走之事，还请你替我保密，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行踪啊！既然你坚持，那我答应便是。正好这里地处偏僻，无人打扰，你们大可安心的住在此处。一切就等御史大哥病治好了以后再说吧。母亲，母亲，太好了，不用出庙上安了。母亲，我喜欢这儿。你喜欢这就好。杨大哥，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。哎呀，你又同我见外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小时候啊，总是劳你照顾我。我现在不过是投桃报李而已。杨二叔，你与我母亲小时候便认识吗？是啊，你母亲小的时候啊，如你这般大的时候，我们便认识了。小文姬啊，以后若有什么需要呢，随时告诉杨叔叔。好，谢谢杨二叔。我可以到那边去玩吗？去吧。那好，你们先歇息片刻，我去就回。文姬，文姬，文姬，你醒醒！文姬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文姬！大夫，大夫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恋爱近日可曾受过伤？受伤？啊，大夫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她小小年纪便五内郁结，应是惊恐忧郁所致。若是我没猜错，她应是经常遭打骂才会如此，内脏早已受损。而他头上的新伤又致他头部淤血，这才会突然呕吐晕倒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！大夫，我求求你了。夫人不必行此大礼，我这便去开药方，速速熬制，让他喝下。此药每隔2个时辰便服一次。若是明日早晨，令爱能够醒来，那还有的救。那若是明早醒不来呢？那便是神仙也救不了了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！文姬，文姬，你不能丢下母亲啊！文姬，大夫，请您速速去开药方吧。你不能丢下母亲啊！文姬，燕儿。你现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能照顾好小文姬。丽华，哦，乖，
乖啊，哎，啊。奇怪，阿爽明明说大郎去九曲廊接我，为何到现在都还未回来？难不成他一直在那儿等我？还是安卫军临时有什么急事？杨大哥，劳烦了你这么久，真是抱歉。你快回去吧，文姬，我自己照顾便可。你们在此处无依无靠的，小文姬又病重，我真是放心不下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有孩子，我明白为人父母的心情。我去换点水。哎，你还留着这个呢？你还记得这只蚂蚱呀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时候啊，你跟小文姬一般大。当时你摔伤了腿，一直哭，怎么哄都不行啊。幸好我聪明，编了这个给你，你才破涕为笑的。杨大哥，你快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哎，对啊，我该回府了，要不然家洛该担心了。这样，我回趟家，顺便给你带些药材和食材过来。嗯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文姬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母亲了。母亲，你终于醒了，母亲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文姬。